不知豪情争不过离散。卸下铠甲锦衣穿，惶惶灯影人独叹。壮志终究吞不下这孤单，愿用一生的肝胆，撑一把纸伞，为你挡风雨和忧烦。在红尘湖畔，当蓦然回首，已错身千帆。我们把酒万丈黄沙的悲欢，却辜负了应有的圆满。千里一世相守，无力去归还，只能留给来世再了断。我们把酒万丈黄沙的悲欢，却在爱恨中步履蹒跚。任由把火迁就时刻的不凡，却只顾多情观。你让我才无憾。你何必要折磨自己呢？他不珍惜你，自然有人疼你、爱你、护你呀。他迟早要娶明儿郡主，你何必委屈自己和他人共侍一夫？你不如来到我身边。我说过，我这辈子只爱你一个人。你放开我！夏雪，带我回家吧。回家，夏雪。夏雪，啊，你别走啊，夏雪。大人，那边说气已经不好了。去吧。是。谢谢，一点机会都不给我。为何我们终究都逃不过一个情字？季大哥，我只能用这个法子来拒绝你了，因为有些话一旦说出口，就连朋友都没得做了。大人，那边不断派人来催，只要大人一句话，就可以撒网了。传我命令，依计行事。是。不好的棋局，该是将军的时刻了。这么着急找我，所谓何事啊？郡主，还烦请你转告夏雪，昨天夜里我和谢雨菲在一起。昨晚他就找你了？你们俩在一起？昨夜谢谢喝醉了，正好我去找他，之后我们就喝酒说笑，互诉衷肠。我知道了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原封不动地转告夏寻。备轿，去辅国公府。夏雪，真的有人看到他们两个深夜共处一室，卿卿我我。哎，你听我说呀。郡主，你若真闲着无事，不如多读读书，做做画。
总比往我的府上跑好。夏寻，我知道我一人的片面之词，你肯定是不相信。我可以喊证人作证，他可是亲眼看见纪刚抱着谢雨菲。郡主，你够了。这是我夏寻的家事，不劳烦郡主操心。在下还有公务要忙，郡主自便。纪刚，你这招离间计呀，果然使得好。大人，昨夜夫人和纪刚在一起，看来属实。属下昨夜跟着夫人，夫人到了一间酒家，在酒家买醉，后来纪大人突然出现，两人在店铺里一起饮酒聊天，但没过许久，纪大人便独自离开了。你为何要隐瞒我呢？属下不敢，属下只是怕此事会让夫人和大人心生间隙，倒不如……那继续好好的盯着纪刚。莫非大人怀疑？我是怀疑纪刚图谋不轨。是。你终于回来了。想着我回来伺候你，还是你和小郡主等着看我的笑话？你我的事情不要牵扯到旁人。可是现如今你我之事早已成为旁人口中的谈资，你叫我如何不牵扯旁人？我不管你怎么想我，但是我要提醒你，最好离纪刚远一点。难道你这是在怀疑我和纪刚吗？不，我是担心你。不要再给自己找借口了。你真的对小郡主一点感觉都没有吗？还是说，在你夏寻的心里，小郡主的分量已经完全可以取代我了，是吗？我和郡主之间真的什么都没有。够了，夏寻，我不想再听你解释什么了。我们之间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，你心里很清楚。事到如今，我觉得我们彼此都应该冷静一点，这样对你我都好。这段时间，我会住到彭姐姐家去。但让你还住处不妥当。如果你不想见我的话，我去书房睡。这连番大雨使苏松变成大泽国，大多受灾严重，所以臣以为，朝廷赈灾，受灾地区亦当自救，各地府库存粮都应该先取来赈灾，同时，各城府大户人家的存粮也可以借来先用，这样的话缺口当不致太大。各地运来的粮食，方便运往苏松的，可就近运去，凭条子向户部报账，再从相近的没有受灾的地区赊一些地方留粮去赈灾。明年出粮地区的徭役，由受灾地区出工，以供还粮。皇上，苏松一带本是水乡，水乡百姓皆通水性，朝廷还可组织调拨一批船去，由受灾百姓中的青壮年组成船队，一方面救助困在洪水中的百姓，另一方面捕捞鱼虾、河藕等可以食用的东西，亦可用以充饥。众卿，同心协力。天灾虽大，但朕相信，此番一定可以将损失减至最小。但凡大灾，不畏王法、趁机贪墨的贪官污吏总是有的。受灾地区许多衙门都已被大水冲个精光，因急于赈灾，许多官吏要一人身兼多职，所以平常的规矩章法都顾不得了。若是其中有人贪墨，臣担心人手少了，无法明察秋毫啊！朕明白，百姓的救命粮，自有那黑心的关中贼层层克扣。
朕良哪怕1000万担，最后落到百姓口中食不足矣的情形也曾有过。哪怕是法刀高悬，依然有人利欲熏心，恨不畏死。这种情形古今如一，所以监察一事，下询。臣在。朕赐你亡命旗牌，总揽灾区一切事宜。3品及3品以下大员，但凡违法，你尽可先斩后奏。这是个得罪人的活，别人做不了，交给你了。臣领旨。苏松地区本是我大明最富裕的地区，地方富裕，更易滋生贪腐行为。能在苏松地区为官的，大多都是背景复杂、人脉错综之人，后台都硬得很。夏勋，你给朕记住，你到那儿如果镇不住，只管用我给你的权力，杀尽那些为富不仁之官。臣遵旨。但凡贪墨赈粮、冒领镇里、囤积居奇，只要落到我夏询的手里，臣定不会轻饶。好，甚好，有你这句话，朕就放心了。时间紧迫，夏询，你带上督察院几人，即刻启程。是。我接到圣旨，明日就要启程去受灾地区。你要好好照顾自己，若有什么事的话，就去找西门兄和彭姑娘。你这样做是不是为了躲开我？你我是夫妇，是要共度一生的，我为何要躲？我知道，你无非就是想借着这个名头离开这里，离开我，好一个人静一静，对不对？谢谢。好了，现在时辰已经不早了，我要休息了，你出去吧。愿你一路顺风，平安到达。好好照顾自己，等我回来。明日走的早，让夫人多睡一会儿，就别叫她起来。你连道别都不愿跟我亲口说一句吗？跳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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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人家也要喝嘛。那再亲一口。大人，你们俩先下去。大人，我已经打听到了，此番巡抚灾区的，乃是当朝辅国公。哎呀，师爷不必惊慌，这大笔的灾银已经送上去了。可是小人还是担心呢。听说辅国公公正不阿啊。这上面咱们已经打点好了，到时候自然会有人保我们这乌纱帽的。辅国公可是带着皇上的亡命旗牌呀，不知大人说的上面这位是？锦衣卫都指挥使纪刚，这名号够不够响啊？够，够。且不说我与他私交甚密，这次的灾银我压根儿没拿多少，大部分都进了他的腰。就是他教我如何以课税的名义从灾民身上搜刮油水，到时候要是我出了事情，他也脱不了干系。你说到时候他会不会护我们周全呢？大人英明啊！
大人，一路上辛苦。不如稍事休息吧。看来你们湖州受灾情况并不严重，还可以等我们休息。大人呐，本府受灾情况较苏松一带要轻得多。自发水之后，下官立即组织湖州士绅百姓进行自救。下官可以肯定地说，水患之后，至少逃难到我湖州府的百姓都得到了妥善安置，迄今为止没有饿死一个百姓。是啊，大人所言极是。湖州是赈灾的最后一站了，看到地方上自救措施有如此得力，我们就放心了。哎呀，谢大人。大人，衙门里已经备好了住处，辅国公和于大人远来辛苦，请先到衙门沐浴更衣，稍事歇息。之后呢，我们湖州的官绅百姓备了酒宴，是特意感谢辅国公和于大人为赈灾之事奔波的心意呀。请辅国公和于大人一定要赴宴才是。常大人，这恐怕不太妥当吧？我等是来湖州赈灾济民的，如今……大人呐，您看，我湖州赈灾一事井然有序，如今灾民已经得到了妥善安置，只等洪水退尽。这里既是大人此番赈灾的最后一站，两位大人已是功德圆满了。这不只是替我湖州百姓感谢大人们，也是替浙江受灾的各府百姓感谢两位大人。大人们又怎好冷了我们湖州百姓的心呢？大人，您看，大人，您看现在天色已晚，辅国公和于大人想必疲乏了，今日也不宜再过问公事了。这样，明日一早，下官自会向辅国公和于大人禀报湖州灾情。辅国公如有意去重灾的地方走走看看，下官愿意陪同。辅国公，走吧。是。我总觉得这儿没有我们看到的那么简单，表面看上去十分的平和，但是从灾民的眼神当中，看到了不安和愤怒。莫非这里面藏着什么？这样，你帮我去暗中调查一下。但愿我的直觉是错的。辅国公，酒宴已经备好，请您移驾。好，请。辅国公一路辛苦了。来，诸位大人，我们举杯共敬辅国公。辅国公，请。辅国公，我湖州乃是您此次巡视的最后一处。幸好我湖州受灾不重，百姓尚得安居。也不劳辅国公和诸位大人劳心费神。依下官的意思，辅国公和诸位大人如不急着回京城，可在湖州多逗留几日。多谢府台大人美意。这一路巡视赈灾下来，依目前情形来看，以湖州最为得力，我定会禀明皇上。谢大人。大人，下官与锦衣卫都指挥使纪纲乃是表亲，下官从表亲那儿早已久仰辅国公大名，只是无缘相见，今日难得一见，下官甚是荣幸。下官这番心意，请大人您一定要笑纳。好说，都是自家人。好说好说。大人，这一位就是我湖州花魁席思姑娘，歌喉甚妙啊。席思姑娘，且伴清歌。来来来。席思姑娘，这一位是我当朝辅国公，
大人一路不辞辛劳，风尘仆仆，代天子镇万民。你可得代表我湖州百姓，敬辅国公一杯酒才是啊！把酒满上。你们喝的是百姓的血，吃的是百姓的肉。那投河自尽的无数冤魂，正在你们的酒杯里哭泣。辅国公，这酒你喝着香吗？你大胆西斯！你敢胡言乱语，诋毁朝廷命官，又酒泼辅国公，以下犯上，不知王法吗？来人，把他给我拖出去！哎，你着什么急啊？大人，防民之口，甚于防川。若是不叫他一吐衷肠，那别人还以为啊，你湖州府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啊！这传扬出去，殊为不美。是大人。本官乃督察院御史于世吉，奉旨巡视灾区，专查不平之事。西斯姑娘，你若有冤屈，可向本官申明。但是本官丑话说在头里，以民告官，若举告不实，则是要罪加一等的。告官？我没有告官。小女子既不是苦主，也不曾蒙冤。湖州大水，无数人破家，可西斯照样锦衣玉食，出入豪门，笙歌燕舞，梦死醉生，又有何冤屈可言呢？西斯只因那所见所闻，胸中有不平之气，不明难安而已。好，好个不平则鸣！我相信对于御史来说，可比这轻歌曼舞更加中听。11年前，这里也发过一场大水，因为那场大水，我的家没了。那一年我才7岁，我是被我爹噙着泪迈进青楼的。这狗官，为了不影响自己的前程，先是对灾情逆而不报，继而横征暴敛。我的父母家人虽然熬过了洪水这场大劫，却没能熬过人祸这一劫。终于还是我恨这天，可我更恨你。你封了城门，坐视百姓求告无门，背井离乡。你坐视无数孤寡走投无路，投河自尽。你与那些丧尽天良的奸商们勾结起来，利用这一场天灾，强迫多少童子贱卖自身，做了你的家奴；又强迫多少好人家的女儿，含羞忍垢，做了你的玩物。你们这些吃人的官老爷！这位姑娘所言，是否属实啊？傅国公，您可别听他胡言乱语，一定是有人指使了这贱婢，借这个机会来诬告下官。下官治理地方，不畏强权，着实是得罪了不少人，这一定是那些人的奸计啊！傅国公大人，您要是不信，可以问问在座的士绅官吏呀。是啊，傅台大人，爱民如子，赈灾抚民，殚精竭虑，不辞辛苦。这样的晴天，打着灯笼都难找啊！是啊，是啊，爱民如子，好一个爱民如子！你们一个个是瞎了眼，还是蒙了心？这位席思姑娘，当众控诉湖州知府贪赃枉法、贪没公粮，便对湖州水患，身为一方父母，拒不开城，亦不接济，迫使无数难民或是逃难他方，或是投河自尽。这其中他说的任何一条，如果属实的话，
那可都是掉脑袋的罪过啊！傅国公，这……可是本大人这一路行来，发现这赈灾井然有序，城外灾民有宿处，有衣穿，有食吃，这是本官亲眼所见。可和这位席姑娘所说的，是大不相同啊！傅国公英明，傅国公英明啊！这定是奸人受计，谗言诽谤，还请大人明察呀！席司，本不指望这一番话就能为湖州百姓深得冤屈。诸位老爷们觥筹交错，兴致正高，小女子就为各位老爷们再添点彩头吧！不可！你想就这么死了，哪那么容易？若容你这样死了，朝廷的体面何在？于御史，在。这件事情就落在你身上了。刚才席姑娘所言种种，都要逐一查明，辨明真伪，还府台大人一个公道。啊，谢傅国公。傅国公所言甚是。来人呐，在。席司姑娘是重要的人证和嫌犯，将她押回青楼，独置一处，严加看管。待我查明真相，再做处置。遵命。走。大人，夏巡他们已经到了湖州。湖州长英林。以为做点表面功夫，花点银子，就能与我攀上关系？哼，痴人说梦。大人的意思是，不出一日，夏巡定能发现其中端倪。需要属下提醒常英林吗？不，像这种人不要也罢。在夏巡找到相关的证据之前，务必让他闭嘴。属下明白了。哎，我教过你们，让人闭嘴的最好办法是让他永远开不了口。是，大人。哎呀，那常知府也是饱读诗书，又承圣人教诲之人，怎能干出如此丧尽天良之事来？一个人要是黑了良心，跟读没读过书又有何相干？我另有一事要嘱咐你。下官不才，大人请吩咐。我已经派人去暗查此事，一旦查获实据，到了那个时候，咱们就要在湖州多住一些时日。杀贪官是一桩，另外要把之前流散在四方的灾民都招回来，赈济安顿不能再让他们饱受颠沛流离之苦。唯有如此，才能找回民心。你要记住，既然是官，就得为民。遵命。席司所知，只有晚间所言。大人若要查证，当去查那常英林的账，问那些颠沛流离的灾民，还需要问民女什么呢？不然，姑娘所知绝不止于此。本官要查明情况，一时之间在此地也不知何人可信，请教姑娘是最好不过的了。这些都是国公查到与府台勾结的官绅和奸商，姑娘看看，是否还有漏网之鱼？民女遵命。傅国公，这罪证不明，您不能拘押下官呐。常英林，你府库之中空空如也，一米无存，与账上所在已收的60万担存粮账目全无相符之处。府库大使也在场，被我当场擒获。
据他交代，良米早被你伙同那些奸商瓜分卖掉，人证物证都在，你还有什么不明白？我可以给你一一道来。傅国公，下官的表亲可是纪纲纪大人呢，您不看僧面还得看佛面吧？大人，于是即魏国擒贼，现人证物证，一众人犯口供俱在，容不得他狡辩。一应证物，大人随时可查。傅国公，纪大人可是锦衣卫都指挥使，你们日后总得相见呢，这以免伤了和气啊。我倒是要看看这纪纲的佛面大，还是我这亡命旗牌大。傅国公饶命！傅国公饶命啊！傅国公离京之日，皇上亲赐亡命旗牌，许以激辩之权。3品以下官员触犯王法，可先斩后奏。今常应林等一众奸党，上欺天子，下害黎民，天怒人怨，罪大恶极。下官叩请大人顺应民意，请出亡命旗牌，斩杀长贼。请亡命旗牌。傅国公饶命！傅国公饶命啊！姑娘，您先等一下，我去打个水。好。小马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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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马哥。这就是得罪我们锦衣卫的下场。都去了这么久了，也该回来了吧？夫人，夫人，夫人，小林，是不是老爷回来了？不是，您的一处珠宝店被查封了，您赶紧去看看吧。让我进去，这可是我的店。放他进来。不知二皇子来我这珠宝店有何贵干？竟然是辅国公夫人的店铺。哎呀，我真是有眼无珠。不过，这事儿可就难办了。二皇子，您此言何意啊？夫人，可认得此物？这是我的东西。夫人如此坦荡，万万没有想到有一天，会有人敢指认你们吧？我收到消息，有人指认辅国公下旬受贿卖官。不可能！我也觉得不可能。可是夫人，您刚刚已经承认这夜明珠就是你的。而且，指认的证词中明确有提到，这夜明珠乃是行贿之物。这夜明珠只是商人给我还债之用的，和辅国公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是啊，我也希望是这样。那么，还请夫人拿出证据，或者账本，来证明此物是合情合理所得。我这次前来是想和谢掌柜商量一下，商铺周转不灵。谢掌柜，这是我家传的夜明珠，您看能销个多少钱？哼，是不在这儿呢，还是根本没有？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二皇子明知道我根本拿不出证据。哎呀，既然如此，那事情可就大了。证词证物都指向下旬，恐怕
我得需要向皇上禀明，才能再做定论。所以，还要委屈夫人回辅国公府好好待着了。来人，在。将辅国公夫人囚禁在府中，没有旨意，任何人不得探望。是，夫人请。这局部的可真大啊！这些都是你查过的？正是。儿臣顺着指认人给出的线索，他们统一口径都说，和辅国公并没有直接的接触。但均通过辅国公夫人进行贿赂，以谋取好处。查！给朕查！朕倒想看看，到底有多少人谋取了多少好处。儿臣领旨。怎么样，见到了吗？这都第几次了，还不肯让你见？看来二皇子这一次是真的要夏大哥的性命。我一会儿换佐丹传信给夏勋。这次二皇子估计不会善罢甘休。好，不能再听任谢谢瞒着夏勋。若是真有个3长2短，到时后悔都来不及。你才刚回来，又要去哪里啊？我突然想到，收夜明珠那天我也在场，我去街上逛一逛，说不定能碰到那个人。关心则乱，你也不想想，二皇子处心积虑布下这个局，能这么容易让你找到他的人吗？说不定那个人早就已经拿了钱远走了，或者已不在这世上了。你还是省点体力，想想其他办法吧。恭喜殿下，贺喜殿下！还是你的棋布的好啊！哎，我倒是没想到，这辅国公夫人还真是名不虚传呐。这经商之道简直一绝啊！哎，不过也是个烈性子。哎，不论我怎么威逼利诱，他都不肯松口认罪。殿下，这鱼还没入网，您可千万别把鱼饵给弄丢了。放心放心，我还要留着它，让夏勋好好感受一下切肤之痛呢。哎，对了，人已经干掉了吗？是。好，那咱们就等着大鱼入网了。客官，喝点水吧。多谢。你看这太阳都快下山了，要不在这儿休息一晚再走？啊，不了，多谢您好意啊。告辞。慢走啊。告辞。路上小心啊！就。郡主，怎么样？皇后怎么说？皇后娘娘说她要静心休养，让郡主不要打扰她了。姐姐一定知道我是为了夏巡一事找她想办法求情，所以才想出这么一招不见我的。哎呀，怎么办呢？若是由得二皇子乱来，真坐实了夏巡的罪名，就算是洗脱罪名保住了性命，这名声肯定大受影响。郡主，奴婢有一计，可以保住辅国公。
说，如果真能救辅国公于危难，我定有重赏。这样真的行吗？这样一来，不但可以救辅国公之难，还能帮郡主解心头之恨呢。你可知我找你所为何事？侄儿不知。我有一计可解你心中所忧。哦，姑母什么意思啊？二皇子已经对太子之位虎视眈眈，而夏洵作为制衡二皇子的重要角色，在朝中的地位万万不可动。可如今发生此事，你能不紧张吗？姑母真是胆色过人啊！我有一个法子能够保住夏洵，还请姑母明说。既然要保夏洵，不如把罪状全部推到谢雨菲身上即可。坊间已经流言四起，说与辅国公无关，都是辅国公夫人暗中策划的。如此一来，夏洵便能化险为夷。不可，岂能让辅国公夫人一介女流蒙受不白之冤？俗话说，君为臣纲，父为子纲，夫为妻纲。如今国有危，夫有难，妻子在这个时候不应该挺身而出，为夫分忧吗？既然间谍情深，大难临头的时候，更应该牺牲小我，成全夫君之大事。辅国公夫人能答应吗？我自然有办法让她答应。灯烛两夜，宫阙月挂霜，烛影摇红寥寥星光。一人阁楼上，独醉忆他乡。夜雨听风望远方。月下离舟上，3000夜未央。千场梦曾朝朝暮暮，连天风沙将着你的模样。此去后，天涯路两茫茫。爱恨醒了，散了，似流沙。你我聚了，忘了几时年华。天各一方，难相忘。谁知女儿痴，谁知女儿泪，谁知女儿心为了谁？谁知女儿情，谁知女儿悲？红颜一梦，今世为谁醉？倾尽一生。